大家好，我是怡媛。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下各个的一些报告，包括有一些集结跟住房的报告。那么各位也知道960的 KVK 即将要结束了，所以老实说，今天我收集到的报告其实并不多，但是有几份报告大家可以作为参考。首先要分享的是它的技能特效。上一次我分享报告的时候忘记把它的技能特效放出来，有很多观众问。一开始它的技能特效会出现一块长布，接着举起长矛开启护盾，用护盾撞敌人。接着天赋的部分其实我在之前讲过，但是还是很多观众问。我这里有分成3个，第一个是蠢步兵驻防，接下来是混兵驻防，最后是野战天赋。那首先是对方开集结打我们的驻防，对方是用戈尔戈搭配刘彻。这里给大家看对比，如果你们去围殴戈尔戈搭配刘彻的集结会变成怎样，出来报告会不会赚？那么除了围殴他们的集结之外呢，我们这里还有一些驻防报告，但是驻防到后来我们是有去围殴他们的集结。不过大家也可以作为参考，如果你是用菠萝头搭配李舜臣做驻防，对方开戈尔戈搭配刘彻做集结，但是最后你没有去围集结的话，最后出来的结果会变成怎样？当然我们只是看单方面的报告，肯定会觉得比较赚。我们看一下对方的主播，刚好我在打这的时候对方在直播，那各位可以看到，当我们在打着他们集结的时候，他们报告是亏的，毕竟我们后面有围殴。换个角度去看对方的整体报告，其实还可以接受，毕竟对方没有补兵，再加上他们是被围殴的，所以出来的报告我觉得还可以接受。再来就是戈尔戈搭配菠萝头对上戈尔戈搭配哈拉尔的集结，可以看到这里的亏损是差不多的，再加上对方还是一样有被围殴，但是对方他叠的大多数都是攻击，他的生命很低。后来他们又画了戈尔戈搭配刘彻，接着分享对方的报告，可以看到就算他的集结是被围殴的，但是看整体的报告其实还不算亏，还有小赚一点点。然后我们这边 Arvix 就用刘彻搭配戈尔戈出去野战，他这份报告是去围殴对方的集结，但是对方的集结有没有补兵啊，集结有没有满啊，这些都是问题。那么在昨天晚上的时候，我们就丢堡在对方的领土，刚好这时我们是用戈尔戈来做驻防的，这里的报告参考价值就比较高一点，因为我们基本上都没有去围殴他们的集结，但是对方他们一直很怕被围殴，所以开的集结大多数都是查理马特啊、哈拉尔、绿头之类的那种反击伤害比较高的统帅。然后我们这边驻防大多数都是用混兵，因为我们丢要塞的位置比较远的关系，没有办法完全的补纯步兵。基本上我们这里打出来的报告都还算不错，都是蛮好看的。凑巧对面开集结的就是笔筒，笔筒之前的军器我给你们看过，它是有3个专属铭文，并且它是用拱形阵的，再加上之前我还有分享过查理马特开的集结，基本上查理马特开集结是 OK 的，所以你们可以对比上次我做驻防的报告，我是用芝诺比亚搭配菠萝头驻防，跟这一次我们用戈尔戈搭配菠萝头做驻防的差别。显然用戈尔戈搭配菠萝头出来的效果会比较好。不过这份报告也是我今天最后一份分享戈尔戈的报告了，我们后面就没有什么战斗，对方也不想要打了。910的 KVK 也剩下大概10天左右，没有办法收集太多的报告，这个可能要等其他的 KVK 看有没有人分享了。这里插播分享一下，有一个玩家被我们清零了。原本他的城市里面有530多万的部队，那他们在清零的时候刚好是凌晨3点左右，我已经睡觉了，所以这里我只能看他们的报告而已。这个是原本这位玩家拥有的部队，大家可以看到他拥有比较多的部队，全部都是骑兵。算下来这个玩家原本的战力大概有1亿多左右。这是第2份开集结过去的报告。当
当第3分开了阿提拉5天，他这个报告简直是亏到炸。果然拆家还是需要阿提拉5天，打了一波之后直接送他上西天。不过我最后去看了这个玩家呢，他应该是没有被清零的，他战力还有剩下8000多万。最后再分享一下RZ在前几天被锁了，那对方看到RZ可能战力比较低的关系，所以就直接跑去围殴他的城市。其实原本RZ的战力没有这么低了，但是这一次的 KVK 一直围要塞围旗帜，就变成他的战力越来越低。那我记得那一天刚好他就到处飞去找肉吃，刚好被对方发现到，所以就直接把他给锁着了。但是 RZ 打出来的报告其实是赚的，毕竟 RZ 他怎样讲都好，都是有驻防统帅，他的装备也不差，而且科技之类的全部肯定是满了，所以他这里打出来报告其实并不差。我看了他的驻防是用菠萝头搭配李舜臣，推测 RZ 应该是有领袖的专属装备的，所以打出来的报告才会这么赚。不过还是恭喜 RZ 又成为全服最高击杀的玩家了，但是这个全服击杀能够维持多久呢？因为其他的王国他们 KVK 也要开始进行了。Avix 也是成为全服第2击杀最高的玩家。这一场 KVK 比较亮眼的可能就是 Peacemaker 了，他原本的击杀是这样384亿，但是现在变成这样517亿，也就是说他在这一次的 KVK 里面总共击杀提升了133亿。讲真的，我不知道他是到底怎样做到的，就连我们这里击杀最高的 RZ 跟 Avix 的击杀都没有超过100亿。但是他这个击杀其实存在一点点水分的，因为我们不能确定他到底是不是在这场 KVK 里面打出来的击杀。因为我在前线打仗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看到这个玩家，反而笔筒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，并且我去看了一下他之前一次征服者这里的数据呢，跟他这一次的表现落差还蛮大的。那可以看到他上一次是击杀3277万的部队，换算去击杀数大概是3亿左右。那么真的不是我要吹，其实我有一个账号在西王国，但是数据比他还好看。虽然我的阵亡跟治疗没有比他多，但是我的击杀数怎样讲都是比他更高的吧。所以我不是很清楚他为什么这一次击杀可以击杀到这么高，加上这一次2268打的敌人呢都是960的玩家，大多数960的玩家科技都是升的蛮高的。那照理来说他击杀应该不会这么高才对，而且如果他的击杀可以升那么高，为什么他的队友就没有升得这么高呢？就连960最卷的玩家狗哥，他几乎是24小时都在线了，但是他的击杀都没有到他这个境界。看了后台数据，这一次的狗哥击杀是80亿，其实讲真的已经算是很高了，所以我就很好奇这个 Peacemaker 他的击杀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？难道960的玩家有这么脆皮给他打到这么多击杀吗？那假设他这个数据是真的话，那这个玩家确实也是很能打，不出意外他将是这一次 KVK 击杀最高的人133亿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